个，我靠 ，One way bro。Sport mode, manual, sport mode, yes. OK， 我现在在这台是一个 Jetour T2 2.0 Turbo 245匹马力375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配搭了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拥有这个4轮驱动。可是我现在在放到 Sport 了啊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介入，可能是在我转弯的时候吧。然后这辆车有换挡拨片，是时候可以用了。现在哈，哦，86，声音好听哦。哦，这辆车可以过弯，它的稳定性很好哎，轮胎抓地也非常的不错。欺负我这个4x4上山。Traction off。哇 ，U 很多的声音很好听哎。Exhaust 好听 ，unequal length，right？Primer C5 的轮胎是很适合拿来跑这种山路的，但是来轻度越野的话，延长的轮胎是 GT 给到那套好的。好了。1档换2档，干脆利落。这个就是双离合，它的调教非常的不错。而且方向盘呢，它不再像那种传统越野车哦，因为是用这 hydraulic 液压助力方向盘，现在转向幅度很大，然后呢就不怎么敏感，而且偏重哈。对，然后这辆车是用这电子的助力啊，所以我的转向精准，幅度又少。Oops，
东西掉。哎呦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哎，为什么每次就是在弯道的时候？啊，又是一台86。哎，这台车容易上手，好容易啊！这台车转速表太小颗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带多少转，你懂吗？要很难瞄下面嘛，因为我们开车太小个了，所以我又听不到声浪的声音了。现在哦，有这么多86。Thank you。啊，又电我的 camera， 每一次都是这样。OK 啦，反正转速表这么少，我们看时速表就好了哈。这辆车是很可以啊，它操控很好哎，虽然1.9吨，对吧？可是我过弯，我觉得灵活性很好嘞。
4x4上山可以啊。哎，我可以叫 4x4 吧，反正有4轮驱动嘛。哦 ，ESC 它看到完了，虽然我关掉那个 ESC 都好，还是关掉一半而已。这个动力真的蛮有了，扭力高，375个牛顿米，很够拖动这辆车，对我来说是可以有点 overpower 那种感觉啊，有没有？我们过弯虽然没有办法发挥到完这个这么高的扭力，就是它有一个你要有它给你咯，这样子咯。然后还有换挡拨片，这是我自己喜欢的地方。OK， 之前我们媒体试驾的时候，捷托也是让我们上来云顶的，是因为那时候4个人一辆车，有点要交换驾来 review 的话有点难呐哈，所以现在是我一个人体验呀，终于捷托 T2， 这个是很多人期待的，对吧？呵呵呵呵。那如果你问我跟之前开坦克300上来感觉真的是很大分别，坦克300的感觉更重，然后它的动力呢的数据虽然跟这辆车没有差太远，可是因为调教的关系，那辆车是拿来越野的啊，真的硬派越野、真重度越野用的，所以它的调教不是拿来给你这样子跑山，所以它的跑山的感觉不像这辆车这么轻快、这么快、这么也车身也没有这么这个我靠。One way bro， 虽然它的这个4轮驱动不是全天候的4轮转动，可是当你需要的话，它还是会 kick in 的。日常生活驾驶的时候，它主要还是偏后轮为主啊。前轮的话就刚刚稍微推一点点头，踩一点油的话，就感觉到哦，前轮就少一点。虽然我把那个 ESC 已经关掉，但是还是很明显感觉到它还是会扯我回来。觉得地度看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辆车怎么样？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，好吧？日常生活驾还是这个 Ecomo 好加的。
OK。Alright guys， J Tour T2 冲上云霄完毕，今天上的非常的早，因为也是我一个人。现在礼拜天最好越早上越好啊，所以上来7点多罢了。这个 J Tour T2 比我预期中开的好，惊讶的就是它的变速箱调教还可以，换挡的逻辑跟速度有在水准里面啊，操控表现是让我最惊讶的。这样越野派的车一般上啊过弯的那些，你除了感觉到笨重之外那个车就是过弯的极限不快，轮胎抓地不是很好。不过这台车今天也玩臭了啦，它是用这 Primacy 5嘛，主要是它车身够夹呢，还有它的悬挂，我觉得是挺不错的。这台车日常生活开舒适，轻度越野可以，哇，上云顶也可以嘞。昨天都没有时间问你Nicole这台车在云顶怎么样哦，只是说上山好不好玩呢？现在我体验到了，不错。如果你们对这台J Tour T2有兴趣的话呢，不妨可以联系我或者小蚊子，带你们去试车，当然是跟我们 booking 啦，对吗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